这期视频是我的蝴蝶兰从1号到45号，不过比45个还多一些，因为还有几个没有编号的也拍了一下。今天是8月31号，算是做一个记录吧。明天就是春天了。在我进入春季的同时，北半球就进入秋季了。这是编号4，这颗要特别说明一下，它的花被折断了，就是这个，当时是8月5号，今天是8月31号，估计快不行了。这个芽点被抹了催芽剂，可能因为天冷，长得很慢。5号实际的颜色是绿色的，拍出来有点偏黄，实际的颜色是一种很漂亮的绿色，总让我想到苹果，但是又没有那么浓，很清淡的绿。6号的花还没有开完，还在一直往前开，它的叶子中心有点问题，剪过了，喷过药，像是止住了。它还有一个侧花枝还没有长成。7号是序花，我记得它所有的花苞都打开了，但是发现它又长了一个新的花苞，就是它在开着花的情况下又继续往前长花苞了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怎么觉得它花心里的那些绿色越来越绿了呢？8号是曾经做过刮骨疗伤的那一颗，就是他得了黑腐病，被手术了。手术之后，这是头一次开花。接下来第9号和第10号应该是同一颗，就是被我砍头繁殖的那个，分别是第9号和第10号。这是9号，是底部出的侧芽，之前的老叶子还没有完全掉光，还没有见到花。10号是切下来的上半截，就是头，也没有见到花。11号就是一直湿的那一颗，在1年多的时间里从来没有干过，就是它一直只见湿不见干，它长得也不错。去年的花终于谢了。12、13、14这3颗是3个小苗，当年在展会上买的原生种的杂交种，购买日期是2019年6月29号。13号就快要开花了，12号已经开过花谢了。14号呢，很久之前见到一个花芽的芽点，到现在依然还是花芽的芽点，没有长。这就是14号的花芽的芽点现在的样子。当初见到这个芽点的时候，和13号差不多大。13号这花苞都长出来了，它这个还是芽点呢。不知道他在想啥。15号有高芽，有片叶子有状况，前段时间剪了，喷了药，现在看上去没什么事儿了。高芽的根儿已经很长了，天暖了之后可以摘下来了。它也有花芽，这棵看起来还是挺强健的，它生长速度特别快，我觉得。16号带着一个高芽，在秋天那会儿它没有出花芽，今天我这一看，高芽上和母株上各出了一个花芽，还很小，我觉得这个是花芽。在我这儿大多数的花芽都是在秋季和初冬的时候出现。17号最惨不忍睹，被剪掉的叶片最多，它看上去也没有什么问题了。那天我剪的所有的叶片都挺好的，就是都没有继续恶化，剪到哪儿就止住了。看来我那天的方法还是挺对的。这2个是老花拱序花，右边这个是新长的花芽。18号有点懒，没有出新花芽，
老花梗上有絮花，也是最近稍微有点暖了之后才开始长的。而前一个月比较冷的时候，完全看不到生长。19号也是上次被剪掉半片叶子，它的花芽是冬天出来的，是我放在窗台边硬晒出来的，我估计是。蝴蝶兰遇到18度左右的低温容易出花芽，但如果过于低，像我这儿冬天最冷的时候放兰花的这个位置，我看那个温度计有时候11、2度、13、14度，这种时候几乎就停止生长了，所以花芽也见不到。21号一直长得特别不好，后面我需要研究一下怎么回事。它在它的老花梗的前端长了几个花苞。22号叶子上有斑点，花有香味儿，花还特别多。叶子上被抠了一个洞，因为那儿有问题，还黄掉了一片叶子。这种干黄的叶子是正常的。23号也被虫啃了一片叶子，但是啃它的虫应该是没有带菌，所以那个叶子没有变黑。而其他大多数被虫啃过的叶子都没有那么幸运，所以前段时间我剪掉了一批叶子。25号应该是个比较怕冷的品种，冬季特别容易出问题。它的这片黄叶仔细看一下，是之前的黑腐病有点复发所导致的，已经波及到它的一个侧芽，我喷过药了，看起来好点了。这颗25杠1是刚才那个25号上面的一个高芽，也出现黑腐，喷过药应该是止住了吧。不过25号的开花性非常的好。26号是一个絮花，它的花梗不需要支撑也可以很直。27号的盆里是2颗，一大一小，这2个是同一个品种，就是当年就是很早之前我救活的那个大小苗。其中的大苗去年就开过花，今年出了2枝花，小苗没见到花。28号这个特别的壮，我曾经催芽出来是花芽呢，我就把尖儿给掐了，可是它又出的还是花芽。不过右边这个我掐了尖儿，终于出来的是个苗芽。这杆上下面其实已经有一个高芽了，它带着这么多大大小小的芽，还又出了一个新的花芽。叶子也漂亮，看着气色，看着就很健康。它的根儿也很漂亮，用的是水果网法。它太漂亮了，眼睛都不想离开了。29号长得也很壮，曾经去过户外，所以叶片有点损伤。28号从来没有到过户外，一直养在室内。29号出去过。29杠1是29号的高芽，是双胞胎，不过长着长着的一大一小，有一个被欺负到不怎么长了。天气转暖之后，我打算给他们做分离手术，看这2个大小差这么多了。30有一个新的花芽，还有一个老花梗的絮花芽。它这个花芽已经撞墙了，看都给撞歪了，需要换地方了。天哪，居然有介壳虫，我这才看见，我赶紧去喷了去。我发现冬季室内比较容易有介壳虫，虽然不多，还是有的，需要经常留意。但是它们又太小了，现在老眼红花的经常看不清，所以拍下来放大了看还是能够看到的。这2颗好像都是打折花，也不一定是同一个品种，挤在一起养依然长得不好，看来我需要把它们拆开了吧。根长得还行。
33应该是去年收的打折花，没有花芽，带着高芽，使用的是这种上面水苔下面水汽的方法。气色看着还行，根和叶都还不错，过段时间天暖了，应该可以收获高芽了，高芽已经在出根了。旁边就是2周多前买的宝石兰，我们顺便看一眼吧。自从2个多星期之前换盆的时候浇过一次透水，到现在还没有再浇过。3、4、3、5挨在一起看吧。它旁边是那个 EQ， 就最右边的是那个 EQ 蝴蝶兰。3、4带着高芽，没有花芽，有2个高芽。上面这个高芽是在续花的花枝上。3、5有花芽，很小，有点不好拍，是最近天暖之后刚刚出现的。这是那棵 EQ 的小苗，长大了一些。36和36-1曾经遭遇的虫害比较严重，在它的盆土里找出来好多小蜗牛，所以叶子看上去也破破烂烂的。不过它的续花最近在萌动了，其实它曾经发过续花，但是断了，或许是被虫咬断的吧。在咬断的续花旁边又续了一个，是在前不久，应该还是比较冷的时候给它换的盆剪的高芽。37是3纯的，它的续花刚刚谢，有高芽，是那棵桃盆桃粒养的。38是3棵打折花养在一起，桃盆桃粒都是续花。39以前没给它编号，是今天刚刚给它。这是棵大型的，我好像记得它的花还没有完全谢完就开始长新的花芽，现在是有2个，一个是新的花芽，一个是续花。从39号往后就都是今天刚刚给的号了，不数不知道，一数吓一跳啊！我一共给到45号，还是有一小部分没有给，2颗水培的不太好插号就没有给，还有一些很小的苗也没有给。不过绝大部分应该已经都给编号了，那这么算起来我应该不会超过100个，还好。拍着拍着猛然发现夕阳西下了，夕阳之下的花朵颜色好生动啊，不过也顾不得多欣赏，赶快到户外，还有2颗。这是刚刚换盆的，给个41号，前段时间换盆的，给个42号。这颗43号是花友帮忙买的那个原生种的杂交种，它开过花了，是夏季开花，有3个花枝，1个高芽，高芽我没有抹催芽剂，是自己长出来的。44上一个夏季一直是板植的，这就板植那棵，后来才放在这个网子里的。最近温度升高，我放在盆里，下面有点水。45号也是一样的，下面有一点水。再一次证明在悉尼板植真的是不太好的一种方式，太干了。这是那个球，没有给编号。这颗白色的花带着微微的一点粉色，与桃盆里这个就差这点粉色，其他方面花都特别像。这是我的育苗皮儿，育出花来了，看看新长的这些枝儿嘛，都是花枝，有一个这花苞还要出现了，真是太牛了，就这么一节花梗，一点水就长了这么多。到这儿为止，绝大部分的蝴蝶兰就都出现了，拍下来也是给自己存一个资料，要不然真的是分不清谁是谁啊。
好，那就谢谢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